表面上他们是一家幸福的三口，背地里将女儿的腿打断，来换取高额的保险金。而今天他们决定赚笔大钱，让女儿躺在地上，然后男人开车从她腿上压过去。可由于小孩骨骼弹性好，并没有被压断。看到这一幕，他们还互相埋怨对方怎么开的车。女儿见妈妈生气，便说：“엄마 미안해. 화내지 마 제발. 또 하면 안 돼. 내가 잘할게。”他甚至感觉是自己受伤太轻，于是暗自做了个决定，这次车子也加快了速度。突然躺在地上的女孩爬了起来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朝着车子主动撞去。巨大的冲击力将女孩撞到旁边的棚子上，而妈妈第一时间没有去看望女儿，而是去指责男友怎么撞得这么狠。男人也害怕出了人命，开着车撒腿就跑。而棚上的女孩动了动手指，口中还不断呼喊着妈妈。엄마, 내일도 파티하는 거 맞지? 초코 케이크 사주기다。最终由于受伤严重昏了过去。很快妈妈拨打了交警电话，当消防员看到这一幕都震惊了，是有多大的冲击力能将女孩撞飞这么高。女孩的妈妈也开始了表演，消防员找来梯子爬了上去，救援队也发现女孩呼吸微弱，并且戴了氧气罩，然后将女孩的脖子固定住，防止二次受到伤害。紧接着利用消防梯将女孩救了下去。此时的女人还掉起了眼泪。浩凯问她事情的经过是什么，女人想了下便说，当时在餐厅下班后带着女儿回家，结果玩偶弄掉了。当女儿跑去马路中间捡的时候，一辆轿车急速驶来，才酿成了这等悲剧。局长问女人看见什么车了吗？女人赶忙摇头说没看清，突然感觉有些太假，索性说是一辆白色的轿车。于是局长吩咐手下在附近寻找肇事车辆留下的证据。由于时间紧迫，女孩必须在15分钟内送往医院。可小雪发现女孩吸不进氧气，又口吐鲜血，根本撑不到医院，于是决定给女孩做环甲膜穿刺。而队友害怕在车里失速出现问题怎么办？ 그럼 병원까지 시체 이송할래? 우리가 구급차지 우급차야? 没有办法，小雪只好冒着危险给女孩做了穿刺，还好有惊无险的成功了，这也为他们争取到很长时间。很快女孩被送到医院，小雪将情况告诉了医生。这时一名女医生指责小雪，说她盲目行医，还好主治医师出现，表示小雪做得非常好。第二天他们在附近没有发现监控，只有地上车胎痕迹以及在附近找到的一块碎片。很快技术员对车胎痕迹和大灯玻璃展开全面调查，10分钟后查到该车型。当他打电话汇报消息时， LF 소나타 2014년식 맞아? 어떻게 알았어요? 찍었어. 끊어. 确认过车辆后，下一步就是要找到肇事司机，于是展开全市实时监控追踪车辆，很快就锁定了该肇事车辆进入地下停车场。没多久，俊浩根据地址来到这里，此时肇事车里冒起了浓浓的白烟，白烟也触发到消防警报。很快消防队这边接收到消息，展开紧急救援。俊浩这边还在七找八找，突然看到一辆冒烟的车，赶忙下车查看情况，结果发现正是他们要寻找的肇事车辆。就在俊浩要打开车门时，消防员喊住了他。检查四周没有危险后，他们紧急将男人从车里抬了出来，并且还发现了点燃的煤炭。不久，男人被送往医院。女人看到后还表现出很愤怒的样子，而这一切都是演戏，因为昨晚他们还约会见面了。很快，医生将俊浩3人叫到办公室，因为发现了惊人的消息：女孩全身上下有多处骨折，均有切刀力或者钝性外力所造成，有些损伤已经自然痊愈。 교통사고와 관련 없는 골절이 16개나 있습니다. 회복 속도도 전부 달라요. 医生还拿出了女孩腿部的照片，说这可能是施虐工具的痕迹，也就是说案件不单单是逃逸这么简单，而是升级成了虐待儿童案。于是俊浩和同事来到幼儿园，从老师口中得知，女孩一直都很阳光开朗，身体也很健康，母女的感情也很好。当他们准备回去时，俊浩在画板墙上发现了疑点，女孩的画上多了名男子，于是找到女人了解情况，而女人撒谎说自己3个月前交往过男友，不过现在已经分开。随后等电梯时，小雪告诉俊浩，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女人说的小熊玩具，也就是女人撒谎了。于是俊浩再次展开调查，终于得到惊人的发现，原来肇事司机就是女人的男友，他们在合伙欺骗刑警。这时俊浩接到技术员的电话，技术员将3维伤痕展开成2维，发现女孩的腿部是汽车纹路的痕迹，也就是说车直接从女孩腿部压过去的，而孩子母亲说是从正面撞上去的，没有被碾压。 흔적은 거짓말 못해요? 사람은 몰라도. 俊浩突然想到，在案发现场时看到一名外卖小哥头上有个摄像头的东西，于是他们来到外卖公司调查监控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着实把他们吓了一跳。随后他们将这对人渣分别关在了审讯室里，对他们展开进一步调查。这时俊浩接到医院的电话，不久俊浩走进来，让他准备好1亿5千万的赔偿金，因为受害儿童判断为脑死亡，也就是说案件性质完全变了，还要判刑15年左右。男人一听瞬间慌了。另一边局长也展开对女人盘问，突然警察闯了进来，说女人有麻烦了，因为隔壁的男人说了一些对你不利的话。女人还一脸懵。突然警察接到俊浩的电话，说对方招供了，让他过来一趟。女人这下真的慌了。随后局长也来到俊浩这边，故意说孩子妈妈说了些奇怪的话。 이게 다 저 엄동철 씨가 꾸민 거라는데? 뭐야, 둘이 아는 사이야?
男人立马否定两人相识。俊浩再次接到同事的电话，说已经找到了证据。挂断电话后，俊浩意味深长地看了男人一眼，男人瞬间慌了。当俊浩起身离开时， 女人听到录音后也开始甩锅，同事故意将男人带到这个房间，女人看到后也不再装了，开始了狗咬狗的戏码，互相推卸责任。 야, 한탕 크게 하자고 이게 누군데? 이게 다 네가 너무 속도를 내서 그런 거 아니야? 크게 밀지를 말았어야지. 애를 죽여 어쩌냐? 나 안 밀었다고 지금! 好了，这下真是不打自招了。这也坐实两人是联合作案的。而女孩身上每处骨折都有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全部价值1000万元。原来他们早就通过保险公司查过，女孩手腕骨折，他们获得800万；脚掌骨折又获得900万。每次申请时间都不超过1个月。这段时间他们一共领取8547万的保险金。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，女人还在狡辩说女儿骨折都是因为自己好动引起的，气得警察直接将从外卖公司拿的监控放给他们看。当他们看到画面时，再也装不下去了。而这个男人更可恶，当时伪造自杀的假象，还故意将车子停在消防器旁，来借此减轻自己的罪责。突然，救援队小雪走进来，告诉他们女孩已经脱离了危险期。这时，俊浩说永久性残疾的赔偿金额会更高。结果两人听到这话后，他们眼中立马冒起了金光，女人脸上也带了丝微笑，气得俊浩要收回他们得到的全部保险金，并且还要以诈骗罪和虐待儿童罪判他们有期徒刑10年。